你要为魔晶出庭作证，你想证明什么？我跟您说过，捷讯剽窃了魔晶。去，把你的证词拿给我看看。这是我私人的事儿，我为什么要拿给你看？因为我是你老板，魔晶的利益与你我生死有关，我不该看吗？对，你不用在意游戏上线的时间，今年上不了，明年上嘛。关键是手机屏幕比较小，得做的精致一点，因为全靠大拇指。哎，没事儿，我又死了一条命。哎，对，还有，你去趟日本，看看能不能把那些早期的像素游戏都买过来，对，打包。因为5、6分钟就玩一局，相对来说呢，特别适合用在手机上面。你等会儿。哎，谁啊？你回来了？喂，没啊，老赵回来了。哎，我收到你游戏版权的事儿，你赶紧列个单子给我，好吧？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哎，今天不是周一啊？干嘛？开股东会啊？不是怎么着？现在不是周一都不让我们来了是吗？啊？哎，我刚才听你打电话在聊游戏的事儿啊。对，我打算把日本50、60年代那些早期的像素游戏，什么贪食蛇啊、吃豆豆啊，都买回来。这主意好，特别适合手机，是吧？咱俩想到一块去了。哎，而且呢，我刚听了一个笑话，说一哥们儿干了好事儿，见到上帝了。上帝说：“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哥们儿就说了：“那我想玩遍麒麟软件里的游戏。”上帝说：“那也太多了吧？你能换个要求吗？”哥们儿就说：“哦，行啊，那我想让国足拿下世界冠军。”你知道上帝怎么说吗？那我们还是来聊聊麒麟游戏的事儿吧。哈，怎么了？不好笑？那你知道上帝后边还说什么了吗？说什么？上帝说：“你们快去看看李奔腾吧，他打算给魔晶撑腰挑战金振邦了。他打算跟运营商作对了。”上帝说的是我吗？那是谁呀？哎呀，谈不上撑腰，更别说做对了。我只是觉得魔晶这个软件很有前途啊，说不定可以一起合作。到此为止，你不许出庭。很多人都怕他，我以为你不是胆小鬼。听我的，去年的假你还没休呢，出国玩一玩，享受一下带薪假期。等回来了，官司也尘埃落定，再选别的项目吧。你认定魔晶会输吗？你告诉我，谁希望魔晶赢？我。你怎么这么固执呢？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上次提要收购魔晶的时候，你们都同意的呀。对呀，那不是因为那姓郭的他根本就不同意被收购吗？那会儿他还不知道水有多深呢。对，因为有你给他撑腰，现在这水可就变得深了啊！咱也不说这个，咱们就说说那5000万是怎么回事吧？什么5000万？装，你继续装。行啊，李文腾啊，你现在不学着好好的做你的老板，你现在学着演戏呢是吧？装啊！魔晶升级，你给了他们一张5000万的现金支票，还是你亲自跑了一趟给人家送过去的？怎么了这是？我刚才可去财务那儿看了，根本就没有这5000万的出账记录。我自己的钱。那钱是你自己的，
公司法务倾巢而出去给魔晶打官司这事儿，是你安排的吧？你用你的钱去给魔晶，你这不是给他们撑腰，这是什么啊？你这么做就等于是明摆着要跟运营商作对。你有多大的能力？你敢跟这么大的企业作对？还有，这金正邦人家招你惹你了，你知道吗？这老头把我们哥4个给请过去，请我们吃饭，话里话外把我们噎的呀，我们一口都没吃下去啊！你不是还说了吗？你说咱们的产业也要在香港立足，那你还是指着人家呢？你没事，你得罪这香港老头干嘛呀？帮我说2句。咱5个人是好兄弟吧？废话。那你就撂个底儿。行。你呀，让我帮你说话，我是不是得知道你的底牌是什么呀？现在外面人可都说了啊，一提到麒麟，那就是李奔腾；一提到李奔腾，就是麒麟。不是你在外面动这些手脚，停！怎么叫做我动手脚？你别打断我！哎呀，我这血压又上去了。哎呀，来，你看摸摸我这脉搏还在。我就跟你说，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在外面动这些手脚什么意思啊？我们哥几个谁得罪你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你不会真的想离开麒麟，跳槽出去吧？说什么你？你今天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要不然我一会儿血压噌就上去，我啪我就死这儿了啊！真不开玩笑啊！你说什么呢你？说我跳槽？我要有这心思，我出去给人劈死。笑，说2句。我可以替你说话，但咱们得达成2点共识：第一，得罪运营商和金正邦是绝对不可以的；第二，魔晶就该死，他已经影响到咱们正常的下载量了。你这么帮竞争对手，我都想劈死你了。连你都想劈死我？你们说的我全知道。有些事儿吧，他现在没法解释清楚；有些计划现在没法完全放在台面上。接下来的仲裁，我因为跟魔晶有利益关联，所以进不了专家团。但我估计你们会在先按照我说的办。无论如何，千万别让魔晶死在运营商跟金正邦的手里。这份证据一旦公布出去，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和郭新年有利益交换。我知道你没有，但是我不想听到大家传你的谣，我不想看到你辞职，因为我觉得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明年Joseph就要退了，我推荐了你接替他的位置，不要自毁前程。谢谢你为我着想。这就对了，讲道理就对了。这个道理，昨晚我爸跟我聊了半宿。但是对不起，我不会放弃的。你是不是迷上郭新年了？你也不是3岁小孩了。你想当好人，想坚持原则，行啊。要是做好人就能打赢官司，那这个世界就是童话。你可以转告郭新年，就说是我说的。等官司尘埃落定了，让他随便再提交一个什么项目，我一定让评估小组通过。我这辈子都没有放过水，这样总可以了吧？
听懂了。你这样说，不仅侮辱了郭新年，也侮辱了你自己。请施主到后院禅堂用茶。今天不行，来日打扰。贫僧送施主。我把你的名字写在化缘簿上了，捐10万以上，庙里给你刻碑，日日咏诵，消一下罪业。你以后见佛多拜拜，舍不了你的腰。要是花钱就能赎罪的话，这个钱还是不花的好。反正我一闭眼，一群死鬼等着我，我也不怕。他们当人的时候我都不怕，当鬼我更不在乎。你倒洒脱。我没有家业呀，您看看您，在刀尖上走了一辈子，好容易过了那个薄命典，现在还要替儿子争面子。依我看，这个面子不争也罢。为什么？又是一代人了，不拿我们当回事儿了。现在法制越来越严明，我去魔晶公司要那份东西，一个后生年龄和少爷差不多，几番话下来，我没词儿了。出门的时候我就想，我和他不是一个星球上来的，我那套话只能对付九龙的小流氓，对付这批人，我老了。现在年轻人说大话的时候多，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么出来的吗？他既然不给，你又说服不了他，总还是有些其他的办法。郭新年，证词我已经写好了，半个小时之后你到楼下等我，我把东西给你。今天李奔腾也会来。好了，不多说了，一会儿见。咱能不能先撤一步，回香港？为什么？您把我留在这儿，少爷老犯错，走一步错一步，输了好几次了。就像在澳门玩牌，出老千的被抓了，就应该站起来走，碍着面子就下不了台子了。老爷，您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怕？可能是。我们再继续走下去，都从台子上下不来。我明白你的意思，始终想在内地的企业里扎一脚，但是现在时机不对，事情不对，人也不对。你不能鼓励他再继续往下走了。你是老了，软弱了。其实你心里也特别清楚，纳兰不会帮少爷说话，李奔腾能给我们多少面子，这都两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我们又不能逼太紧，再走下去两败俱伤。我们现在还能从台子上撤下来？我现在想撤也撤不下来啊，名单还在郭新年那儿。我去要回来。不是要回来的事儿。你真觉得我们这样的人能急流勇退吗？你知道狮子老虎都是怎么死的吗？不知道。
他们找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悄悄趴下，饿死。因为一旦其他动物知道他们不能捕猎了，他们的命运就是碎尸万段，比他杀掉的动物惨1000倍。威风哪能长威风啊？有时我想能走就走，可不行啊！我们俩从这灰溜溜走了，连香港都没有立足之地。别人说一句，我接某人怕了，哈，你倒想想，我们俩会是什么下场？李奔腾，看着我的眼睛啊，看着我的眼睛，是不是这个姓郭的私下跟你说了什么？说，比如说这个让你帮他度过了这个难关，然后就会把魔晶让我们收购过来。哈哈哈哈！哎呀，哎，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呀？啊，是不是你等着这件事成了以后，让我们哥4个到你办公室来，集体跟你认错？夸你，拍拍手，往死里拍你，就说李总威武，李总办事对，李总闪亮，不灵不灵不灵。平身。哎，Tony，那5000万是债权还是股权啊？没说呢，让他们先花着。魔晶可是洛菲斯投的，你跟彭学武打过招呼了吗？这招可是太狠了啊！这5000万吐都吐不出来，到时候你说它是股权就是股权，你说它是债权就是债权，哎，到时候这合同我帮你。哎，嘘！要我说这件事啊，咱们千万得保密，绝对不能说出去，因为现在是李奔腾用他自己的钱去支援魔晶，也就是说，如果要得罪人的话，就是李奔腾在得罪人，跟麒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先让李奔腾抗一阵子，咱们哥4个按兵不动，就在底下潜伏着，就按照这个布局走。确实不错呀！还等什么呀？小心我的床！我踹死你们！小心我的床！床什么呀？你还留着这破床干嘛？这么大的老板了，你看你这办公室，你要它有什么用啊？睡久了有感情，舒服。别动！你这什么呀？怎么又一摞？什么呀？你准备背下来是吗？哎，新出的精装本，来一套。哎，这书啊，我是确实一套不能再要了，因为我那好几套了，都是你给我的。不过我们哥4个现在正在商量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买别墅，要么别墅你跟我们一块来一套啊？澳洲啊？那得有多远啊？平常又不常去，那放在那儿不白白给澳洲政府交税？哎，你打算干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哥几个可打算在那儿一人来一套了，就差你了。你想想，我们一起住在那儿，那得多欢乐呀！等你来。哎，哼，行，你们先弄着啊，弄好了告诉我。那个金振邦说了，他想约你见一见，自己找好时间啊。我很忙。我没冒险，先走了。我们现在给赵欢接方免，我们订好地儿啊，给你打电话。哎，输了，都输了。我们是一辈子交情了，只有你跟我说真话。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只要等这件事情圆满解决了，我们一起回香港筹划隐居的事情。我把家族财富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搞一支慈善基金，名声也好听，也替咱们俩以前做错的事情消消业。这些钱我们什么都不做也饿不死，你得答应我一起走。我知道了，我怎么做，您就不用问了。
吧。委屈你了。支票收到了，干吧。开车。喂，到了吗？李总，我的证词已经写好了，急着请你过目。这件事情有点敏感，我们不方便去您的办公室。 所以还得麻烦您跑一趟。我和郭新年现在在2楼的咖啡厅等你。行，我马上下来。金振邦金总到楼下了。这么快就上门了？去接他。好。哎，别让他走太快啊。 金总，欢迎欢迎。本董总真给面子，翘首不齐啊。请。好。请。谢谢。官司马上就开始了，我不能老抛头露面，太敏感，对你我都不好。还是您谨慎。之前我就纳闷啊。 一个小小的魔晶，几次都拍不死，一回头，哇，你在后边站着呢。按理说不应该呀。我注意到魔晶上线之后，麒麟的用户量也在下降。你们董事会同意你支持魔晶吗？压力肯定会有，但还行吧。毕竟麒麟老了。 需要新鲜的理念来支持公司，在互联网里没有超过3年以上的英雄。魔晶这种软件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点我和麒麟的股东也交换了意见。我就应该猜到是您。他们在董事会上炮轰我，原来是受到您的启发。洛菲斯不会再支持魔晶了，我云生投资研发中心。 本来就希望魔晶赶紧关门。苹果商店答应啊，官司一审出结果，他们坚决下架。这只剩下你了，你只要点头不再支持，官司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您一出手就没打算留活口啊？我算了，怎么算都是我赢。 真是不好意思，不知道您突然来访，我本来跟人约了有事儿，这样子，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马上回来。不碍事，不碍事，我等着。真是不好意思。各位，我真正要做的是把捷讯做拆分。 不是升级，是革命。革，移动通讯网络的命。各位请看，这是魔晶用户数量的增长曲线。魔晶有多受欢迎，一目了然。说重点，重点是，软件不分好坏，软件只看用户喜不喜欢。魔晶为什么受欢迎？就一点，免费。
不要钱嘛，不要钱收发语音短信，大家当然喜欢了。那我们怎么办？我要做的是，在捷讯中分出一小部分来，研发基于各位的移动通讯网络的免费电话。这个技术在 MSN 上早就已经实现了。我要做的无非是写出一款新的 APP 来，让每一个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基于各位的移动通讯网络打免费电话。将来，在金总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下，我要研发的是免费的视频电话。我还有2分钟就要回去，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份材料确实属实吗？当然，我负法律责任。好，郭新年，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我知道，你不知道。捷讯一直在做游说的工作，诺菲斯不会再支持你，苹果商店就是个墙头草。运营商完全可以碾压你，所以我需要你的支持。如果连我都没办法继续支持你呢？为什么？金正邦说服了除我以外所有麒麟的股东，魔晶对于麒麟的影响有这么的大，我未必能继续替你说话。我知道你有几千万个用户。但是他们不会出现在仲裁法庭上。那照你说的，魔晶没有希望了？不知道。现在有了这个，试试看吧。好，就这样吧。各位觉得怎么样？网络电话、视频电话，打电话不要钱啊！我看过咱们国家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咱们的城市网络会不断的升级、升级再升级。等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带宽足够宽了，一切皆有可能。这简直就是在为我们的软件做准备呀！我们现在要做的，无非是尽快的把软件研发出来。这现在的年轻人思路开拓啊！金城做这个互联网研发中心，成绩还是很明显，确实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个想法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各位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呢？我回去还有会，我们回头再说。我送送你们。哥，我觉得你这次玩砸了。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看不懂，已经过了10分钟了。对不起，对不起。老爷子，能不能请您高抬贵手，放魔晶一条生路？不行。这么坚决？你借给魔晶的几千万我来还，他的存在对你我都是一种侮辱。我得提醒你，这是2个官司，首先是剽窃案。如果证明了捷讯剽窃魔晶，那么捷讯就不能开办下去，2败俱伤，何苦呢？剽窃这件事情，没你说那么简单。我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敢随便开口。你去见纳兰了？这丫头真固执。我出个调解方案吧。
魔晶对运营商来说最大的威胁就在于它是免费的。如果它开始收费，跟运营商就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是公平竞争了。这么一来，魔晶的优势消失了，您的面子也找回来了。您意下如何？这和收不收费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我是见了纳兰，他的证词我看过了，所以我建议你没有十足把握，不要赶尽杀绝。魔晶年他输得起，您输得起吗？我向您保证，魔晶只要开始收费，用户的下载量就会停滞，甚至短时间之内，用户还会流失。一旦停止了野蛮生长，这个软件的威胁性就不存在了。到了那个时候，麒麟出面替捷讯站台，肯定帮您把面子给做足了。千万不能让外人说一世英雄欺负一个毛头小孩儿。毕竟，胜之不武。看来奔腾总已经打算私保魔晶啊！你春秋鼎盛，财大势雄，还来压我，这不合适吧？压这个字儿，绝不敢当。我是求您高抬贵手，给我们年轻人一条生路。那好，那就定个规矩。第一，魔晶的收费标准要参考运营商，只许高不许低。第二，现在离仲裁官司还不到1周，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把签收的保证书拿来我看。第三，保证书签署之日，魔晶需暂停整顿，公布收费标准，把所收费的项目详细列出，需经我方同意才可执行。第四，我要随时监督。这真是太好了，我会叫他们尽快开会，说服他们尽可能接受这个方案。如果调解成功的话，就不用在法庭上生死对决了。那好，就这样吧。这可是你奔腾总的力量促成的和解，你是担保人。话说回来了，如果对方不接受这个方案，按照规矩，你要保持中立，不可以选边站哦。你别让我第2次登门讨教。当然，我聪明。你出去。走啊！罗北，你大爷！你是诚心砸我场子的是吗？知道他们什么人吗？他们是合资出钱办这个研发中心的人。一个语音短信不要钱，他们1年已经损失几百个亿了。你倒好啊，打电话不要钱。你是想逼着他们跳楼你就开心了是吗？金总，咱们讲道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互联网时代，平台最重要。魔晶现在的用户数是几千万，如果您让我把免费电话做出来，我保证咱们的用户数量是会接近麒麟的。等到咱们拥有了一个那样的平台之后，咱们干什么不行啊？几百个亿那都是小钱。现在我想出了这个点子来，咱们得赶紧做，要不然咱们不做，很快就会有别的人。再说一遍啊，谁做收拾谁，听清楚了吗？那您告诉我，您做这么个互联网研发中心，您打算研发点什么？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我现在有势力，是因为这些大企业在支持我。
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我的。收起你那个打电话不要钱的烂主意，做点实用的。什么是实用的？比如说魔晶死了，我们继续靠结勋挣钱呀。金总，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弄死我们的对手，并不能够保证我们就能挣到钱。您如果是这么想的，您把我这样的人找来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意义了，你再也不用帮着别人来给我添堵了。动动你聪明脑袋，好好想想，如何把结勋做的收费更细致，服务更多样化，不要走得太远，懂了吗？我现在通知你们，李总说由他出面推动3大运营商跟魔晶进行调解，条件是魔晶要按照运营商提出的标准向用户收费，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参照运营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要收费是吗？是的。国家是非常支持科技创新的，但是如果这个创新影响到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那是否还会继续支持，这就是个问题了。李总希望这件事情一定要缓进，因为一旦闹到法庭上，生死立决，就没有余地了。我们律师团队认为这个妥协也是有价值的。咱们有几千万的用户量，要是收费的话，那咱们不就发了吗？这是李奔腾的决定，还是他的建议？当然是建议，决定要由你们股东做嘛。你的意思是李奔腾对打赢这场官司没有信心？是的。洛菲斯的意见是接受这个条件。纳兰，你是洛菲斯派入魔晶的股权代表，洛菲斯是这个意见吗？温迪说的，代表洛菲斯的立场。但我个人的意见是，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王律师，如果我不接受任何调解，官司继续打下去，赢的可能有多大？完全没有可能。如果你一定要继续打这个官司，那我建议你们考虑换一个律师团队吧。我认为李奔腾的建议可以考虑。考虑什么？收费吗？不错，咱们现在有几千万的用户，运营商有几个亿的用户。但是我们最初的目标是全面占领市场以后，再找好的时机做商业开发。还是个树苗就要吃果子吗？把树拔了得了。本来这就是一块蛋糕，我们自己吃，他们会跟我们玩命。好，咱们现在答应和他们一块儿吃，他们照样会跟我们玩命。我们要妥协到什么时候？我的意见是，我不接受任何的调节。官司打到底。
平凡又普通，美与众不同，别人眼中的我。谁不想成功，梦醒成英雄，在你眼中我不同。今生只有你看好我，只有你相信我有梦，有你带给我的星空，从未想过离开过。爱带你我走很久，幸好你在左右，陪我从无到有。爱该不该再等候？快将爱说出口，与你相守。幸好你在左右，陪我从无到有。爱该不该再等候？快将爱说出口，与